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8月12号，今天是星期二，每周二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不晓得在你们的国家有没有情人节？一般的情人节是2月14号，是西方的情人节，叫 Valentine's Day。但是中国的情人节是不一样的日子，中国的情人节是在农历的7月7号。好，那么对网络有一点怪怪的，对不对，林子？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不过最后还是开得了，没问题的。那中国的情人节是在农历的7月7号。当然情人节会有一个故事，故事里面会有一对爱人，一对恋人。那我们故事里的恋人是牛郎跟织女。好，我相信在你们的国家应该也有你们自己的情人节，对不对？不晓得在中国是有的。好，佩霞说泰国有情人节，对不对？泰国自己的情人节吗？还是跟西方的 Valentine's Day 情人节是一样的慧君说今天是泰国传统的母亲节OK， 好的，母亲节所以老师要祝各位妈妈们母亲节快乐今天我们就来讲中国的情人节。这个故事呢，所有的母语者都知道，所以你们也必须要知道好，牛郎和织女。好，牛郎当然是男的，对不对好，织女是女的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牛郎跟织女的故事好，很久以前有一个孤儿，名字叫牛郎。牛郎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好，很久以前有一个孤儿。什么叫孤儿？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的小孩叫孤儿。那孤儿一般来讲可能要送到孤儿院 orphanage 孤儿。那这个孤儿的名字叫牛郎。牛郎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他是孤儿，所以他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只有一头牛。这头牛很老了，跟他在一起生活，相依为命就是过着很辛苦的日子，彼此互相依靠彼此。好，所以如果你说相依为命，一般来说这个家庭或这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他们的日子可能不太好，可能很穷好，相依为命是很棒的成语好，有一天老牛突然说话了，他说：谢谢你牛郎，谢谢你照顾我，明天会有仙女下凡。好，老牛竟然会说话，所以它不是普通的牛这个牛是一个很特别的牛。有一天他突然说话了，然后他要谢谢牛郎照顾他，所以他告诉他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仙女下凡。好，什么叫仙女？就是天上的神仙，但是是女生仙女一般来说一定很漂亮好，下凡就是来到人间，因为仙女本来在天上，对不对？本来在 heaven 天上，那下凡就是到了我们的世界，到凡间中文我们会说凡就是凡间。什么叫凡间？就是我们是凡人，我们是 ordinary people， 我们是凡人，我们住的世界就叫凡间，跟神仙住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中文有一句成语叫做仙女下凡，就是由这个仙女，很漂亮的仙女从天上来到我们的世界下凡好，下凡就是下来了好，仙女下凡。
当然这个成语现在我们用来形容很漂亮的女生，比如说哇，林子真漂亮，好像仙女下凡，那表示我赞美林子很漂亮，就像仙女一样所以如果有人说哇，你真美，好像仙女下凡一样，那么这个人在赞美你长得很漂亮好像天上的仙女一样对，天上人间好老牛哞了一声，又说你可以去河边找她，她的名字叫织女。找谁呢？找仙女。好，所以老牛告诉了牛郎一件事情，就是你会遇到一位仙女，仙女下凡了，所以你要去哪里找她呢？你要去河边找她，她的名字叫织女。好，所以老牛很特别的一头牛告诉了牛郎去河边找织女。好，她是仙女。好，我们再往下看牛郎照老牛的话去了河边，结果遇见了织女。织女长得非常漂亮。好，这个照一定要记起来，这个照是按照的意思，就是 follow the instruction， 按照 according to 或者是 follow。 好，所以这个照我们用照就可以了，按照，但是在口语中我们说照就可以了好，牛郎照老牛的话 like according to based on， 老牛的话去了河边，结果 it turns out， 结果遇见了织女，果然遇见了织女。织女长得非常漂亮，当然因为她是仙女嘛，所以她长得非常漂亮好，她在河边遇到了织女，他们很快的相爱，并结为夫妻，生了一对儿女。牛郎看到了织女，觉得织女很漂亮，所以他们很快的 fall in love， 相爱 fall in love， 并就是 and， 并结为夫妻。好，结为夫妻就是结婚的意思但是结为夫妻是一个比较书面语的表达，通常你看故事看小说里面结婚他们会写成结为夫妻，就是 get married， 结为夫妻，生了一对儿女 give birth to， 生了一对儿女。好，所以我们知道了牛郎跟织女后来结婚了，而且有一对儿女，就是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对儿女就是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好的，会不会太快？应该听得懂好，看起来他们过着很幸福的日子，对不对？牛郎跟织女过得非常幸福的日子，他们夫妻俩住在小村庄里，一起种田。好，这个应该是念种一起种田织布，过着平凡的日子。好，他们住在小的村庄里 small village， 一起种田 farming， 织布。好，他们会织布，因为织女在天上的工作就是织布，神仙的衣服织女的工作是在天上帮神仙做衣服，所以呢她跟牛郎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会继续的织布weave the clothes， 织布，过着幸福的日子，也很平凡平凡而幸福的日子。好，感觉牛郎跟织女会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对不对？那他们呢又有一对儿女，好羡慕他们的生活织女她是仙女，那她到底是谁呢？原来织女是天帝的女儿。好，她是 Lord 的 daughter 天帝的女儿。织女她是天帝，就是最大的神仙最大的神仙 the head of the gods
最大的神仙叫天帝，好的女儿。神仙是不可以跟凡人 ordinary people 相爱的，所以呢，神仙这个是神仙的规则，我们学过规则 rule 对不对？神仙的规则是什么？就是不可以跟凡人结婚，不可以跟凡人结为夫妻，不可以跟凡人相爱的。所以这个是神仙的规则 the rules of the god。 好，但是织女她跟牛郎结婚了，牛郎是一个凡人，对不对？所以她跟他结婚违反了神仙的规则，违反了神仙的规则。后来天帝知道了，非常生气，我的女儿是神仙，是仙女，怎么可以跟一个凡人结婚呢？所以他非常的生气，很生气啊。好，对，神仙的规则很严格，他们不可以跟凡人相爱，也不可以跟凡人结婚，所以织女违反了神仙的规则啊。好，那么天帝呢，派 send dispatch send 派天兵天将把织女带回天宫，牛郎十分焦急。好，天帝派天兵天将，什么叫天兵天将呢？你们在读《西游记》或者读一些中国的民间故事的时候，会看到这个词汇，天兵天将就是 heavenly soldiers， 就是天上的士兵，天上的军人，叫做天兵天将。当然天兵天将是有法术的，他们很厉害啊，天兵天将。好，对，天上的军队 heavenly soldiers， 天上的军队，这个在中文有一个特定的词汇叫做天兵天将，天兵天将。好，把织女带回天宫。好，天宫就是 heavenly palace， 就是天帝住的地方，叫天宫啊，天宫就是天帝住的地方。牛郎发现织女被抓走了，他十分焦急，焦急就是很慌张，很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十分焦急啊，焦急。好，这个词呢也是比较正式的表达，一般我们会说着急啊，比较常用的是着急啊或慌张啊，就是 anxious。好，当然呢，太太不见了，被抓走了，当然做先生的一定很着急，对不对？好，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继续往下看。牛郎把孩子放到竹篓里，背着竹篓追到了天河。好，各位同学，牛郎跟织女生了一对儿女，对不对？他们不能把它放在家里，一定要带着，所以牛郎把孩子放到竹篓里。好，竹篓是什么呢？你现在看这张图就知道了，竹篓就是牛郎现在后面背着的这个东西，叫竹篓。好，他把孩子放到了竹篓里，背着竹篓追到了天河。好，河我们知道是 river， 天河就是天上的河流 heavenly river。 我怎么 heavenly river。 好的，天河哦。好，对，焦急慌张哦。好，王母娘娘看到后，用发簪一画，变出了一条银河，把两人分开。好，牛郎追着织女，快要追到的时候，王母娘娘，好，王母娘娘是另外一个神仙，她是女生，她的法力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高强。王母娘娘不希望织女跟牛郎在一起，所以她要阻止他们。那么所以王母娘娘看到后用发簪。好，各位同学，什么叫发簪哦？如果你是女生，应该看过
这个古时候的中国女性啊，她在头发这边会插上一支发簪，这个东西就是发簪，就是用来固定头发用的，通常是古代的女性在用的，用来固定头发的东西发簪啊。你们现在应该会用发夹吧？可能会有人用发簪，比较少了，现代比较少人会用发簪了啊。好，王母娘娘看到就把她的发簪拿下来一画，这个王母娘娘的发簪是有法力的，所以用发簪一画，它变出了一条 Milky Way 银河。好，所以在中国神话里面，在中国的民间故事里面，银河是怎么来的？原来是王母娘娘变出来的，而且呢是用来不让牛郎织女相见的一条河，这个在中文叫银河 Milky Way 银河，中文叫 Silver River 英文叫 Milky Way 把两人分开。好，分开就是不可以在一起了 separate 不可以在一起，分开。所以王母娘娘变出了一条银河，牛郎跟织女就没有办法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只能相望，中文叫相望，就是彼此看着而已，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彼此，因为他们被分开了被分开了。好，所以你们看这张图王母娘娘拿出发簪一画，画出了一条银河 Milky Way， 把两个人分开好的，听得懂吗？希望你们听得懂好，我们再往下看。从此以后，你也可以说从此之后。好，这里我们可以说从此之后，你也可以说从此以后，都可以，都对。从此以后，从此之后，牛郎和织女只能隔着银河相望，相望就是你只能看，没有办法接触到对方，相望。好，因为他们两个被银河分开来了好，隔着就是 across from 隔着。我们如果隔着东西的话，比如说这个老师的脸跟手机隔着一张纸，对不对？手机没有碰到我的脸，而是纸隔着我的手机跟我的脸，这个叫隔着。好，隔着一个东西，就像这种感觉。我的脸没有碰到手机为什么？我的脸跟我的手机隔着一张纸所以这个是隔着的意思好，痛苦流泪。好，当然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彼此，没有办法碰到彼此，他们会很痛苦，当然，而且呢流着眼泪，痛苦流泪。Sandwiched between， yeah， 是啊，没有错，可以这样说sandwich between。 好，隔着。好的，那我们再往下看，他们两个太相爱了，天帝被他们两人感动，哇，他们怎么爱得这么深？我感动到了于是允许 allow， 允许 permit， 允许他们，允许就是同意或答应的意思他们每年7月7日相会一次。好，各位同学，什么叫相会？相会就是 meet together。 OK， 相会一般是一个比较书面语的表达，一般说话比较少用。如果你用相会，一般是在故事里面会用到。相会呢，表示可能这两个人很久没有见面了，他们终于相会了，就是见面了。相会就是见面的意思。好，这里的7月7日指的当然是农历的7月7日好的，允许他们
每年7月7日相会一次。好，那但是牛郎跟织女之间隔着一条银河，他们要怎么相会呢？所以天帝想出了一个好方法，天帝叫喜鹊。好，喜鹊是一种鸟，喜鹊是一种鸟，英文叫做 meg， 这个我不会念的，这个是它的英文。喜鹊是一种鸟，在中国，喜鹊是一种很吉祥的鸟， auspicious bird， 是一种大家都喜欢的鸟。喜鹊，大家看到喜鹊就知道有好事情要到了。好，天帝叫喜鹊搭成桥 to build to a bridge build a bridge。 好，所以就是很多喜鹊会飞在一起变成一座桥，这个我们在中文叫鹊桥。牛郎跟织女在每年的7月7日会经过喜鹊搭的桥，我们会叫它鹊桥，鹊桥让他们能短暂相见。好，短暂就是 briefly， 好，在台湾会念短暂，在大陆念短暂好，短暂就是很短的时间，虽然他们可以相见，但是相见的时间很短，很短。好，短暂相见。后来农历的7月7日变成了中国的情人节，所以中国的情人节跟牛郎织女有很大的关系好，所以天帝叫喜鹊，很多很多喜鹊飞在一起，搭成了一条鹊桥，让牛郎跟织女可以短暂相见。那他们相见的时间就是每年的7月7日那这天就是中国的情人节。听说这一天一定会下雨，听说这一天一定会下雨。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说这一天下雨是因为牛郎跟织女终于相见了，他们哭了，哭了之后就变成了雨了，所以大家都说农历的7月7日一定会下雨，而这些雨是牛郎跟织女的眼泪好 OK， 所以呢，这就是中国情人节的故事。我们来看一下3个问题。问题1，牛郎是怎么认识织女的？你们想一想，牛郎是怎么认识织女的呢？一般我们要认识一个女生，一定要有人介绍，对不对？谁介绍的牛郎去认识织女呢？好，答对了，老牛告诉他的。一般来说，牛是不会说话的，但是牛郎的牛很特别，他会说话。所以牛郎是怎么认识织女的？是牛郎的老牛。答对了，好，你们很快就告诉我答案了老牛告诉他的。老牛有一天突然说话了，他说：牛郎，谢谢你照顾我，我要告诉你，明天会有仙女下凡，你明天到河边就会遇到一位仙女，她的名字叫织女。后来牛郎真的去河边，发现了真的有一位很漂亮的仙女，就跟她认识了哇，我也好想养一头牛因为牛会告诉我仙女在哪里，对不对？牛会告诉我们仙女在哪里，你就可以认识仙女了好，问题2，牛郎织女多久才能见一次面？好，如果你刚刚有专心的听故事，你就知道牛郎跟织女多久就是 like how often 多久才能见一次面呢？好，很好，1年见一次面，对不对？好，宋平说，牛郎的牛告诉牛郎说，你去河边会看到仙女好 Mandarin 说1年只能见一次。好，我觉得在这里呢 Benny 跟慧君的答案最好，我们简单4个字
就可以告诉我们答案了，就是1年1次，1年1次就可以了，或每年1次。我们最简单的答案4个字，每年1次，或者是1年1次，这是最棒的答案。like once a year， 1年1次，每年1次啊。好 ，OK， 对当然你也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大家，每年的7月7日他们会相会一次，相会一次啊。好，我们往下看，问题3，天地被他们的爱感动，于是做了什么？好，天地做了什么呢？当然第一件事情是允许 permit allow， 允许牛郎跟织女1年见1次面，对不对？但是我们都知道王母娘娘用发簪画出了一条银河，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真的见到面，没有办法接触到彼此，所以天帝做了什么事情来帮助他们见面？因为我们刚刚知道王母娘娘她用她的发簪一画，变出了一条银河，分开了牛郎跟织女。那天帝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他们相会呢？答对了，鹊桥，很棒。天帝被他们的爱感动了，所以天帝叫喜鹊说，你们搭成一座桥，让牛郎跟织女可以经过桥相会，对不对？所以天帝做了什么呢？天帝让喜鹊搭成一座桥，让牛郎跟织女可以相会好的，对，很好，短暂相见或短暂相会，很好非常好。因为他们1年只能见面1天，所以我们说很短暂，很短暂好的 ，OK， 好，你们回答的都很棒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单词。好，每个单词老师会念3遍，请大家自己找出相对应的图片。好，仙女下凡，仙女下凡，仙女下凡，喜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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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般来讲在中国看到喜鹊这种鸟类，我们都会觉得哇，有喜事要上门了，会有好的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都非常喜欢喜鹊这种鸟类织布，织布，织布。好，现在的人如果要织布的话，我们会用织布机，对不对？ Sewing machine， 这个中文很简单，加上一个 machine 机就可以了。织布机织布机就是 sewing machine。好，那这个 weaving 我们中文就叫织布织布。那个 machine 机器就叫织布机，织布机或者我们说缝纫机，有另外一个说法叫缝纫机缝纫机。好，你们可能不太知道明天我就会上字幕缝纫机也可以 sewing machine。 好，再来天兵天将，天兵天将，天兵天将，竹篓，竹篓，竹篓，发簪，很好林子写出来了，缝纫机发簪，发簪。好，现代我们应该都会说缝纫机啦织布机感觉是很久以前的人用的，古代的人在用的所以我刚刚说织布机就像这个东西叫织布机现在这个照片里面的东西叫织布机，现代的人用的是缝纫机缝纫机。好，发簪，你们应该没有人在用发簪吧发簪是古代的人在用的，发簪好，那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有一点感伤，但是
这个故事是中国情人节的由来，你们一定要知道啊。好 ，OK， 那我们星期四再见咯，大家早点休息，晚安咯，拜拜。